在7月16号，华盛顿邮报公开了一份声明文件，该文件由五角大楼发言人提供，却也直接曝光了美国在海地的罪恶行径。文件中提到，如今在海地被抓捕的17名参与刺杀海地总统的嫌犯，曾经都在美军中接受过军事化训练和技术技能教导，而这些人在参与培训时，身份被修改为哥伦比亚军人，一共26人。而至于这一次刺杀案件中，有额外的2名美国人提供情报支援。声明一经曝光，很快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海地本身就不是什么资源点，地理位置也没有关键性，美国为何要耗精力做这种事情呢？有观察室指出，美国把持周边国家政治和主权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这一次美海两国之所以会有翻脸的一幕，一方面是海地总统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公开解散了长期由美国傀儡把持议会，这就相当于直接打断了美国控制海地的渠道之一，直接得罪了美国。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在事后派特使直接要求海地总统莫伊兹退位，让美国指定的候选人上台，结果这个莫伊兹舍不得宝座，坚持表示按照法律自己还有1年的任期，最终就导致了美国相关机构的操纵下，这位海地总统物理意义上的彻底下台。他也不想想，主权都被人家掌控着，还怎么可能会去想你的海地的法律条款呢？事实上，在刺杀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往美国方面联想。不过，案件发生后的混乱局势下，各类消息却指出，整个行动处处都是漏洞，凶手组织逃离的痕迹也没有清理干净，很快就被逮捕。如此拙劣的手法，又很难往专业训练刺杀、精通斩首他国政要的美国 CIA 组织上联想，这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似乎不太符合美国一贯的专业性。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凶手确实不是 CIA 的人，但背后参与训练的倒确实是美国。而扶持代理人做一些自己不方便出面的事情，这种手段倒也符合美国在全球各地的风格和特征。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将这些消息公布出去，本质上是增加自己的威慑力，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哥伦比亚的身上。毕竟这些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奉美军的命令，基本都是哥伦比亚军方的身份。此外，因为美国近几年问题不断，导致对中南美洲的控制影响力衰落，已经有国家甚至开始公然和美国唱反调。最典型的就是委内瑞拉，美国方面不止一次动用手段，想要在该国内部扶持傀儡，甚至一度发展了雇佣兵潜伏进入，伺机展开军事行动的情况。在7月15号，美军调集25架 F-2战机，第一次将其部署亚太地区，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很快，国际舆论中开始充斥着诸如美军对华优势、用军事威胁中国、F-2战机会成为中美冲突中的踹门者之类的言论。需要注意的是，在众多国际舆论中，吹得最凶的莫过于台湾岛的一些习惯性制造新闻的媒体机构。有一个所谓的台湾战争学院资讯与航空学者，还装模作样地表示，美军从未在演习中使用如此数量的 F-2。这也是美军第一次将 F-2战机部署在亚太地区，为此还得出来一个颇具诱导性的结论，这一行为耐人寻味。有台媒还拿着这个所谓的台湾学者言论，开始一顿鼓吹 F-2的性能，甚至为 F-2取了一个超级逆踪战机的称号。然而，真的如台媒鼓吹的如此吗？实际上，从美国陆军军方背景的媒体星条旗报的消息中来看，这一批 F-2前往西太平洋，是为了参与太平洋钢铁2021演习，而部署的地点位于驻日美军的关岛基地。这个地点其实十分值得玩味，为什么呢？关岛距离中国本土的距离最近的一个地点是2600多公里，而 F-2的作战半径仅为851公里。就不说远远低于歼20的2000公里，哪怕装上副油箱，能安稳飞到中国境内，已经算不错的了。想要再飞回去，那是想都不用想的。而且25架 F-2就觉得能够对中国产生优势，这就有些天方夜谭。有证据已经显示，在2019年，委内瑞拉就曾经使用过来自中国的雷达探测到美军的 F-2战机，而同年，叙利亚也有消息显示，使用中国雷达追踪到 F-35的行踪。可以说，岛内所谓学者给 F-2取一个超级逆踪战机，就有些可笑，透露了其无知。有观察室就指出，美国调整 F-2的部署本身不过是故意给外界的一个信号，核心的原因在于，除开台湾牌，拜登手里的牌已经越来越少，只能开始进行军事威胁。但问题又在于，美军的军事威胁除开核弹，随着中国军事的发展，其他东西美国也拿不出手，航母中国也不是没有。虽然远洋海上的正面交锋，中国海军整体质量上确实不如美军的多支航母编队，但问题是，我们也不会出去，美军也不敢真在中国近海与我们对抗。而这种近似于无能狂怒的状态，真实的暴露出美国当前的虚弱，想要下手又处处为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日益复兴，而美国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内耗中衰落。近段时间以来，日本在挑衅中国这件事上可谓是近乎疯狂。几天前，日本接连就中国内政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在其防卫白皮书中，其首次提到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以及国际稳定十分重要，
本来这一事件已经将中方的怒火激至最大，然而日本还不罢休。据观察者网最新报道称，日前日本防卫省某部门的官方推特突然换成了中文，本来这一现象就十分罕见，而其内容更是让人怒火中烧。其用中文发推，向前来印太挑衅的英国舰队表示热烈欢迎。谁都知道，英国航母舰队此番前来印太的目的，除了想在印太保持军事存在、扩大国际影响力之外，其还有跟随美国步伐，一同挑衅中国的意味在。分析师指出，日本此举是在明确向中国示威，向中国证明日本如今已是印太地区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大本营。但是日本这样做，非但吓不到中国，还可能会引火上身。随着美国及其盟友挑衅步伐的加快，中方应对挑衅的容忍度也日渐降低。一旦中方真的决定予以军事回击，那么日本能指望美国从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打击下保护他们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碍于东风导弹的威力，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在美国眼里不过是一枚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罢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此番欢迎的英国舰队已经爆出大量的新冠肺炎病例，一旦其真的来到印太，在日本港口停靠，那么将很有可能再次引爆日本当地的疫情。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没有切实的感受到这一后果，日本在很大概率上是不会回头的。那难道日本真能够这么相安无事的挑衅吗？并不是，没等中国出手，韩国就率先替中国报仇。在各国代表队接连入驻东京奥运村的时候，韩国就当着国际社会的面亮出反日条幅，据其条幅上引用的是抗日名将李舜臣的名言，可想而知，其针对意味十分浓厚。而正是这一横幅在日本国内炸开了锅，日本网友就开始破口大骂，并呼吁奥林匹克委员会对韩国进行处罚。不得不说，这是日本罪有应得。在面对韩国挑衅气急败坏之时，日本怎没想过自己又是如何挑衅中国的？可以说，对于日本，中方并无多少忍耐度，一旦过头，中方必定会新仇旧账一块算。在当地时间7月15号，国外社交媒体推特上有用户上传了一张卫星图片，并配文字解释道，最新的卫星图片发现了中国的一个巨大神秘机库，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全新的飞行器研究项目。在当前国际复杂环境下，关于中国隐藏的秘密很快吸引了一大批的关注。有细心人士就发现，该消息其实来源于美国防务网站引擎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引用了一张卫星图片进行阐述。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美军发现了一片神秘的建筑群，十分醒目的是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库，整体容量无比巨大，按照比例尺推算，机库长约1150英尺，宽约450英尺，这个体积甚至足够容纳一艘美军现役的任何核动力航母。如此神秘的机场显然不会是简单的为普通军机提供。文章指出，在1周前，美国智库全球战略与分析研究在卫星图片中发现了中国藏在罗布泊的一处神秘军事基地，巨大的飞行跑道和人迹罕至的坐落位置，让人不免浮想联翩。然而这一次发现的基地却与之前有较大不同，很多建筑带有明显的研究特征，巨大而高耸的圆柱形建筑，开阔地面上6个高大支架中间横穿着一个物品，各个建筑之间距离很远，坐落在人迹罕至的荒漠地区，停留在建筑边的车辆带有明显的绿色伪装。值得注意的是，有美国观察人士尝试从美军自己的研究项目中寻找到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基地的可能解答。比如卫星图片中6个高大的支架还穿越一个物体的，尤其是最中间的2个拱门，与美军曾经对军事装备进行抗电磁干扰测试、高功率微波武器抗线、激光武器抗线的装置十分相似。有分析怀疑，中国在新疆建设的这个神秘建筑很可能是在研究一种具备太阳能充能能力的高空飞艇。之所以这么猜测，是因为在2015年，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名为圆梦的飞行器项目。这个飞行器项目大致的目的是研制一种能够在平流层飞行的无人舰艇。这种飞艇自带航空电子设备短舱，能够在高空辅导地面雷达、校准弹道导弹、对海陆空区域检测、导弹预警等一系列功能的无人飞艇。而核心的期望就是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己方轨道卫星无法在太空有效存活的情况下，起到临时卫星的作用。至于中国如今已经将这个项目研制推进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进行了怎样的迭代进化，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为此准备了很多年，而早在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为高强度现代化战争进行了准备，也确实凸显出了远见能力。